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满清政权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此时北洋系首领袁世凯临危受命，大权独揽，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袁世凯当时有好几种选择，首先他可以当忠臣，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党起义军；其次他可以当英雄，加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甚至他也可以自立门户，扫除异己，当个乱世枭雄。然而袁世凯却没走寻常路，他先建立共和，后又恢复帝制，绕了个大弯子，得罪了所有人，最后落了个遗臭万年。那么袁世凯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他到底是忠臣，是英雄，还是野心家？为什么恢复帝制被他看得如此重要？难道中国真的不能没皇帝吗？这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袁世凯的身世十分特殊，他于1859年出生在河南项城的一个官宦世家。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军正在席卷神州大地，袁家所在的项城恰好也是捻军起义的中心地带。对袁世凯的家族来说，乱世并不完全是坏事，也意味着机遇。因为当时大清已是苟延残喘，其统治根基八旗子弟已经腐烂透顶，所以只好靠一批汉族士大夫拉民兵办团练来镇压农民起义，如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和李鸿章的淮军集团都在此时崛起。而袁世凯的家族也是如此起家。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做官之后参与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因镇压捻军战功显赫，官至钦差大臣、河道总督，为朝廷一品大员。而袁世凯的父辈袁宝林、袁宝恒、袁宝庆几个人也都跟随袁甲三的军队四处征战，建功立业，后来也都飞黄腾达。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忠为候补同知，四父袁宝庆是二品道台，叔叔宝恒为刑部左侍郎，也是二品官。袁宝忠生有6个儿子，袁世凯排行老4。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打了场胜仗，所以袁世凯的父亲将他取名为凯。后来因袁宝庆无子，袁世凯的父亲便把袁世凯过继给袁宝庆为4子。袁家靠着科举和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其子孙后代基本都有一官半职，属于远近闻名的豪门士族，世代受恩于朝廷。以广大草民的视角来看，袁世凯家族和李鸿章、曾国藩一样，他们这些汉族士大夫都是在给满族奴隶主续命，属于反革命头子，地道的汉奸。但是在统治者眼里，这些人都是大忠臣，是名副其实的儒家信徒。当然他们自己也以维护统治者利益，做个忠臣为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僚体制加儒家思想的厉害之处。总之袁世凯祖辈都是朝廷的大忠臣，又都是以文官挂帅，带兵打仗著称，因此袁世凯一出生就被人称作将门之后，忠臣之子。在袁世凯年少时的认知当中，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将来当官报效朝廷，这就是他的使命，也是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基因。于是袁世凯从7岁开始便跟在外面做官的四父袁宝庆身旁读书，袁宝庆每到一处都为袁世凯聘名师授课。受父辈的影响，袁世凯从小对带兵打仗和官场厚黑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只不过他在读书方面天赋并不高，他从小性格刚烈，喜欢练拳打架，游山玩水，对读书始终提不起兴趣。而他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袁世凯14岁时，四父袁宝庆和生父袁宝忠竟在1年之内相继去世，这对袁世凯是一个重大打击。袁家当时有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寿命都不长，从袁世凯的父辈往上数3代，竟然没有一个男人能活过58岁，这也是袁世凯的一个心病。1876年，17岁的袁世凯从北京返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袁世凯当时发誓，如不能考上举人，将死不瞑目。没想到几年后他再次参加科举，结果再次不中。袁世凯家族里出过2个进士，而他自己却连举人都考不上，这成了他终身一大憾事。好在袁世凯的祖辈在官场上名声很好，其遗留下来的关系网足够袁世凯踏入仕途。1881年，袁世凯投奔李鸿章旗下的淮军大将吴长庆，而吴长庆同袁世凯父亲袁宝庆是过命的交情，因此吴长庆把袁世凯当作自己亲生孩子看待。后来袁世凯被吴长庆委任为营务处帮办，在军中干些杂事。次年大清属国朝鲜爆发壬午兵变，23岁的袁世凯便跟随吴长庆一起前往朝鲜平乱。没想到袁世凯从此大展拳脚，在平乱任务中表现得异常英勇，几乎一手堪平此乱。当时的袁世凯虽个子不高，但却十分精神，办事也胆大心细，极具效率。事后原被朝廷赏赐不用同知5品官职，算是完成了他当官的心愿。吴长庆称袁世凯不愧为将门之子。
2年之后，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朝鲜开化党在日本攻势支持下劫持国王，杀害大臣多人，意图让朝鲜摆脱大清统治，从而投向日本。在此紧急情况下，袁世凯果断带领2000余人杀进了朝鲜王宫，救出朝鲜国王，平息了政变。这件事过后，袁世凯被李鸿章大加赞赏。李鸿章认为袁世凯以25岁年纪，竟然在那种情况下勇敢担责，实为难能可贵，是个难得的奇才。次年，在李鸿章的提拔下，袁世凯被封为大清驻扎朝鲜总理，位同三品道员，实际地位等同于钦差大臣。此时袁世凯不过26岁，可谓少年得志。在这之后，袁世凯在朝鲜一待就是9年，中间只休过2次短假，还在朝鲜娶了3个老婆。他时常出入王宫，指导韩王，帮助朝鲜训练新军，俨然一副监国大臣的模样。只可惜大厦既倒，一木难支。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大清惨败，袁世凯于最后关头奉命匆忙撤退。袁世凯为了维护大清利益，在朝鲜兢兢业业地干了10多年，期间无数次和日本人斗智斗勇。所以说，年轻时期的袁世凯完全配得上大清忠臣的称号。虽然说甲午战争他撤退了，但责任并不在他。此外，袁世凯在朝鲜练兵以及平乱的经历，也让他有了懂军事的名声。再加上他是将门之后，此时的袁世凯可谓前程似锦。而且更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有个机会在向他招手。原来大清在经历甲午之痛后，决心要重整军队，初步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方法编练一支新军。袁世凯听到消息后跃跃欲试，练兵他很擅长，这份工作如果做好了，那他就是下一个李鸿章。而当时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因甲午战败已经失势，地位一落千丈。袁世凯知道自己今后肯定指望不上李鸿章，因此他果断改换门庭，先后通过上书和拜访，结识了军机处的李鸿藻和翁同龢，以及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前面2位都是李鸿章死对头。同时，袁世凯也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强学会，是强学会最早捐钱的人之一。袁世凯到处攀龙附凤的行为，让老上司李鸿章有些失落。李鸿章有一次在酒桌上说道：“苟延之局，何必认真？”但袁世凯显然不这么想。袁世凯认为当时清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系统性训练，这导致士兵贪生怕死，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败严重，使用枪炮的技术太差。这样的军队也就镇压农民起义能上场，一旦面对外敌，他们就成了一群乌合之众。1895年，袁世凯先后给李鸿藻和庆王一匡上书，信中他详细陈述了要如何按照西方的训练方法练兵。同年8月2日，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召见，几天后，袁世凯给光绪帝上了一份万言书，信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改革内容。从袁给光绪帝的万言书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偏向改良派。1895年12月8日，在庆亲王奕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的保荐下，袁世凯正式接替胡玉芬，负责督练新建陆军，地点位于天津小站。新军完全仿照德国陆军制度和操点教令，练成后兵力可达7000人，史称小站练兵，这也是北洋系的前身。袁世凯练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军纪森严，他严禁手下任何人贪污军饷，军中所有人只要犯严重错误，就直接就地正法。没错，袁世凯非常喜欢就地正法，甚至有时候还亲自下场。当时很多人说他太过暴虐。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袁世凯的评价是：性情稍近于亢，办事稍偏于猛，但志气英锐，认识果敢，与兵士最为相宜。有一次，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是什么，袁世凯说：练兵是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袁世凯讲的道理虽然很粗糙，但却很受用，这也是袁世凯能管理好军队的关键。而北洋军的管理虽然严格，但他们的待遇也是最好的，工资是同时期八旗兵和陆营兵的3到5倍，这让官兵们都有了动力，官兵都把袁氏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而且袁世凯还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善于笼络人才。袁世凯用的武官主要来自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包括号称北洋3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等。文官幕僚方面则是自己早年结交的好友，如徐世昌、唐绍仪等等，这些人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后来也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总之，袁世凯练兵确实有一套，他在小站不负众望，很快练成了当时中国唯一一支现代化军队。而这支新军在当时的大清绝对是一个异类，他们个个身穿德式军服，着装整齐，纪律严明，不仅装备了步枪、大炮，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机关枪。
一眼看上去和吊儿郎当的老清军简直不在一个时代。小站练兵看上去非常成功，袁世凯也被认为是一代奇才，但他也因为过于暴虐而被人抓住了把柄。1896年4月，袁世凯受到监察御史胡景贵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其中嗜杀擅权这一条就是袁世凯经常被人诟病的点。好在兵部尚书荣禄当时被新军军容所打动，于是亲自出面保下了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荣禄是满人，还是太后最亲密的心腹。要知道，汉人掌军权一直都是满清皇室最大的顾忌。袁世凯深知这层关系的重要性，在得到荣禄的赏识后，他便果断投到了荣禄门下，成了荣禄手下的得力干将。从此，袁世凯开始扶摇直上。1897年，年仅38岁的袁世凯被提报为直隶按察使，声名鹊起。袁世凯早年绝对称得上是忠臣良将，这也是很多同僚对他的评价。只可惜时代风云变幻，大清气数将近，袁世凯为了顺应潮流，开始一步步黑化。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实际上时势也能造野心家。袁世凯黑化的第一个阶段便是戊戌变法。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迅速恶化，帝后两党空前对立。在变法最紧张的时期，光绪帝自觉皇位不保，于是帝党在情急之下决定拉拢手握新军的袁世凯。同年9月18日，谭嗣同意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举兵勤王，为颐和园，杀荣禄，劫慈禧。而袁世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毅然选择站到了慈禧太后的一边。他先是答应了谭嗣同为袁节后的请求，随后又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荣禄，为自己解围。紧接着慈禧太后训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海外，袁世凯被维新派视为是出卖光绪帝的罪人。从事实来说，袁世凯确实告了密，这一点他自己也坦率承认。不过他自认为告密是在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臣，并不承认自己是不忠。从上帝视角来看，袁世凯做出这种选择实属正常。第一，他本来就是荣禄的人，荣禄对他有知遇之恩；第二，他当时根本没有劫持太后的能力。紫禁城周围不止袁一个人有军队，还有聂士成和董福祥好几万人。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好几次，后党的人早就对他有了警惕。第三，以光绪帝玩政治的水平，是绝对斗不过慈禧的。当时的维新派失败已是定局，此时他如果再站队帝党，完全不符合自身利益，甚至自己也会性命不保。总之，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选择站在了慈禧这边，这让他最终保住了性命。虽然按上帝视角来看，他当时根本没得选，但也因此得罪了光绪帝和维新派，还背上了不忠不义的骂名。这是袁世凯黑化的第一阶段。袁世凯黑化的第二阶段，便是戊戌变法的后遗症——义和团运动。袁世凯正是在这件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精彩操作，才让他一跃成为大清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件事的起因是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想要废光绪另立新君，但遭到洋人阻挠，这让慈禧太后十分愤怒。他认为自己权力被洋人干涉，正好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慈禧太后相信了一些满族王爷，想利用义和团敲打洋人，最后实现废光绪帝另立新君的目的。后来义和团在官方扶持下愈演愈烈，成功激起了洋人的不满。在义和团起事的同年，袁世凯被派往山东驻守，随后又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率领其新建陆军11000人开始坐镇剿匪。袁世凯是识时务的人，他并不相信义和团真的能刀枪不入，扶清灭洋，况且他也并不想得罪洋人，因此袁世凯一上任山东巡抚，就迅速以铁腕手段驱逐镇压了义和团。随后山东全民大量涌入直隶，并引来了八国联军，慈禧太后被迫仓皇西逃。义和团运动让整个北方地区乱成了一锅粥，而山东在袁世凯的治下则相安无事。洋人和袁世凯在山东保持着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要知道，德国人当时就在胶州湾。实际上，袁世凯的上司荣禄也一直在留后手，比如荣禄指挥清军打东交民巷使馆区，硬是磨蹭了55天没打下来，而袁世凯则是两边下注，对朝廷的指令阳奉阴违。他当时的操作堪称是官场厚黑学的典范。首先，袁世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放不下忠臣这个包袱，所以要把场面做满给祖太后面子。比如在慈禧一行还在西行的路途中时，袁世凯就派兵急行千里，送去了白银10万两解燃眉之急。老太后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此次西行，她发现了2位忠臣，一是千里护卫的岑春轩，二就是千里送银的袁世凯。但另一方面，袁世凯一直在审时度势，
他知道洋人不能惹，亲王更不可能去，只有保留实力，静观其变才是正道。八国联军进京后，袁世凯加入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各地官员与洋人达成协议，称清廷下的宣战诏书是矫诏乱命。这其实也意味着地方官僚把皇室给架空了。对一个大一统王朝来说，这非常致命。如果是往常的话，东南互保的大臣们显然犯了欺君罔上，属于大逆不道。但西逃路上狼狈不堪的慈禧并没有多说什么，甚至他还要感谢这些大臣们给他台阶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义和团事件中，义和团输了，太后输了，主战大臣死了一片，和袁世凯同属一个系统的聂士成战死，董福祥部基本团灭。而袁世凯却成了大赢家，他的军队躲过了与八国联军的冲突，不仅没有损失，兵力甚至还扩张了1倍。袁世凯本人也得到了洋人的赞誉，这些都成为了他未来的政治资本。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袁世凯绝非是一介武夫，他的权谋之术玩得十分高明，每次抉择他都做得堪称完美，这让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1901年11月7日，经历辛丑条约的协商，李鸿章心力交瘁去世。朝廷上下和洋人都一致认为，李鸿章的接班人非袁世凯莫属，因此袁世凯顺理成章地继承李鸿章的衣钵，于1901年开始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加封太子少保衔，人称袁公保，10年仅42岁就成了封疆大臣之首。袁世凯完成了自己当初的梦想，由此进入了一生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袁世凯当直隶总督的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清末新政，可以算是清朝灭亡前的一个回光返照。被称为新政是因为大清被八国联军重拳教育以后，意识到再不抓紧改革就会亡国，于是便成立督办政务处，准备主动改革。初步计划是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虽然这段历史很少有人说，但这其实是满清统治者最大的一次主动改革，而袁世凯则是其中的主角。我们前面说过，在戊戌变法前，袁世凯就和维新派走得近，袁世凯本身偏向改良派，只是戊戌变法玩砸了，导致改良终止。如今上面要主动改革，袁世凯只需要按着之前改良的路线继续走就可以。所以说，在新政中的袁世凯，实际上和戊戌变法前的康有为、梁启超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有些人认为袁世凯没文化，干不成事，但袁世凯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实干派，从不纸上谈兵。我们有一说一，袁世凯在新政中的作为也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主导废除了古老腐朽的科举制度，参与创建了许多新式大学，如山东大学堂、北洋大学、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等。而在实业方面，有很多工厂也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相继成立，如北洋工艺局、劝业铁工厂以及民营企业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等。天津作为北洋新政的实施地，逐渐成为了北方商贸实业发展最繁荣的地方。在军事方面，袁世凯把他从小站练兵开始发展起来的军队改编为北洋6镇，其重要将领都是由袁世凯亲自选定，军中将校只听命于袁世凯，除了袁世凯之外，几乎没人能随便调动。这6镇正规军器械精良，训练有素，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现代化武装力量。当然，袁世凯这些改革虽然看上去确实有模有样，且比戊戌变法要成功得多，但这些改革依然只是改皮毛，并没有触及根本。因为大清的改革还有个最重要核心的议题，就是立宪。原本在八国联军之后，支持君主立宪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而1904年日俄战争开打，立宪的呼声更是到了最顶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俄国，这说明立宪是真的有用。就连俄国也在战败次年开始立宪。立宪派的意见领袖除了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外，还有民族资本家张謇。张謇曾是吴长庆的幕僚，也是袁世凯曾经的老师。从吴长庆那出来后，张謇高中状元，后又搞起了工厂实业，谋求实业救国，是当时最著名的实业家。1904年6月，张謇给当时手握重权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写信，信中言：公今揽天下重兵，兼天下重人，希望袁世凯能体察世界大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伊藤博文，承尊主必明之大计。袁世凯原本以时机不成熟应付，后来在张謇的多次劝说下，他也慢慢对立宪动了心。袁世凯支持立宪的原因有2点。第一，他虽然贵为直隶总督，是封疆大臣之首，但在满族亲贵的眼中，他依然是个奴才，随时都有被夺权的风险，所以他需要从满族统治者那里争取权利，最好能把满族统治者永远架空，
他们整天吃喝玩乐反而是好事。第二，袁世凯有意迎合时论，拉拢立宪派。当时清政府对立宪态度松动，成为立宪派领袖会让他赢取更多政治筹码。袁世凯本是以练兵出名，没有科举功名，不算正统文官，立宪精神是什么他未必能懂，但支持立宪对他来说显然利大于弊。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电奏，请定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奏请廷上派亲贵大臣，吩咐各国考察政治。该奏获清廷首肯，随后清廷派5大臣出洋考察。最有趣的是，这5个大臣出国公费旅行了一圈，然后写考察报告的时候犯了难，于是托人找了2个枪手。这2个替5大臣写报告的枪手非常有名，一个叫做杨度，一个就是慈禧最恨的梁启超。而这2个人都和袁世凯有着不解之缘，杨度后来成了袁世凯的铁杆支持者和幕僚，梁启超则成了反对袁世凯最狠的人。最后这2个文人的对决竟决定了袁世凯的生死，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这里先不多说。总之，袁世凯当时非常积极的在推动立宪。在5大臣出洋后，袁世凯又多次奏请清廷赶紧实行立宪，并在天津试行议会，先行开展地方自治实验。袁世凯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以此来表示他对立宪的决心。于是国内立宪派就把袁世凯视为宪政运动的最大力量，后来各省所成立的新议会机构咨议局均为亲袁世凯人士所掌握。袁世凯俨然已经成为了立宪派之魁首，而朝廷最后也确定了宪法大纲，并计划以9年时间来筹备。说到这，可能很多人会问，假如当时再多给满清一点时间，是不是就能实现君主立宪？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假象，因为大清要想真的实行君主立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需要统治者有很高的觉悟才行。而满清皇室并不是真的想立宪，他们只是被逼的没办法，只好试试看。历史上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都是真正的封建制国家，他们的君主自古以来就不集权，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都是如此。日本的天皇自古以来都没什么权力，明治维新后反而掌权了，所以这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阻力很小，其分封出去的领土都可以实现高度自治，君主只靠着血统名分就能得到人们的拥护，日本天皇甚至还掌握神权。然而中国过去2000多年一直都是实行大一统的帝王专制，围绕着皇帝还有一整套的统治系统，比如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虽然说大清一直想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但其实立宪派真正想要的是英国那样的虚君立宪，也就是把满清皇帝的权力分出来给其他阶层。皇帝如果是虚君，那么中央就没有了权威，地方就会出现藩镇割据，最后反过来威胁中央。所以对满清统治者来说，让他们搞真正的君主立宪，就等于让他们自掘坟墓。理论上来说，大清早都是苟延残喘了，他完全不折腾也许还能继续苟活，稍微折腾了一下就立马被反噬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说。我们前面说袁世凯一直在极力推进改革，甚至成了立宪派的领袖，而他本身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实权，又在新政中身兼各种要职，一人包揽朝政不说，还积极推行立宪制，试图削弱满族亲贵的权利，这逐渐就让朝中其他人感到不满。再加上满清皇室本来就对汉臣不放心，东南互保更是把皇室架空，所以在这之后皇室一直在等待机会向地方收权。尽管袁世凯经常自我贬低，处处捧着满族亲贵，在荣禄去世后，袁世凯就用大把银子养着庆亲王，但最终袁世凯还是免不了被慈禧削权。也正因如此，立宪运动中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并没有通过。1907年9月4日，慈禧下令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给袁世凯调到了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属于民生时贬。袁世凯正在进行的许多计划都随之泡汤。对于清廷剥夺袁世凯的兵权，袁和他周围的人都很郁闷，他们担心军权一旦秉移，将来会有鸟尽弓藏的风险。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建议父亲应该趁着兵权还在，直接率领诸镇进京，清君侧。慈禧太后如果违逆，就一鼓作气取而代之。袁世凯听到克文的话，生气地说道：“小子无知，敢妄语，灭族无日矣。”随后他将克文拘禁于家中数月，怕其出言不逊构成大祸。可见袁世凯当时还依然放不下忠臣的招牌，没敢动造反的念头，但这也让他在后来处于被动，甚至有了生命危险。
紧接着1年以后，故事的转折点来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又因溥仪年幼，所以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首先以载沣和隆裕的能力而言，他们根本担不起这个重任。其次是朝中唯一能够平衡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的慈禧太后不在了，满汉双方的平衡就此打破。绝大部分人都已经预感到大清怕是要完了。载沣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他担心自己被袁世凯架空，所以上来以后就想杀掉袁世凯立威。结果这个举动被朝中众人所反对，理由是怕北洋系造反。于是载沣无奈只能让袁世凯回家养病。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在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本就是个错误，更何况到最后驴也没杀掉。袁世凯不造反是因为他放不下忠臣的招牌，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对待袁世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慈禧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喜欢忠臣就一直夸他是忠臣，封一个太子少保衔，就让袁世凯高兴得不得了。卸磨杀驴就等于在逼他黑化，满清亲贵很快就要为此买单。其实当时袁世凯到处安插有耳目，消息非常灵通，得知载沣要杀他后，他便准备躲入洋人大使馆，直到回家养病的谕旨一发出，他才松了口气。随后他离开京城返回河南隐居。袁世凯在下野期间故意拍照亮出一副悠然自得、赋闲垂钓、不问世事的状态，实际上这些都是摆摆样子，为的是让紫禁城里的人安心。袁世凯的内心当然非常不满，他时常和人抱怨说自己一辈子兢兢业业，对大清是忠心耿耿，结果却落得一个两手空空。从一开始对大清满腔热血，誓言效忠，到如今被开缺回籍，险遭不测，袁世凯从此彻底黑化。他再也不想为大清卖命了，而是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自立门户。此时他依然可以遥控北洋系，于是他在家时刻关注局势变化，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而在他家中，各路豪杰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立宪派和北洋系都希望袁世凯复出。所有人都知道满清亲贵蹦跶不了多久，没有汉族士大夫阶层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迟早会自己弯弯。有趣的是，某一天有个瞎子给袁世凯算了一命，说辛亥年中秋节一过，你的官星就会启动。果不其然，袁世凯下野仅2年后，惊天巨变就真的来了。那么辛亥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年首先是皇族内阁诞生。1911年5月8日，在立宪派的催促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现代内阁。不过让众人没想到的是，内阁成员共13人，其中9人为满蒙贵族，所以叫做皇族内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满清皇室绝对不可能搞什么真正的虚君立宪。原来立宪派想要的立宪是满族亲贵们放权，但满族亲贵想要的立宪是从汉人手里收权。因此皇族内阁一出，立宪派才恍然大悟，于是紧接着就有了保路运动。也就是在皇族内阁成立的同时，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举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仅在1个月之后，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由于清廷调派湖北行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于是造成了武昌防务空虚。几个月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一时间全国响应，烈火燎原之势。1月内外，全国22个省竟有17省宣布独立。所以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在满族统治者犯傻、士大夫阶层缺席摆烂，以及立宪派跟革命党人四处点火这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主要是2个团体，一个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其中文学社都是军人，曾隶属于张之洞的陆军第8镇，相当于是正规军叛变。他们的缺点是有兵无将，最后只好找了个反革命的旅长来领导革命，这位旅长也就是黎元洪。而跟在武昌之后宣布独立的省份中，不仅有新军造反，甚至还有地方官员反正。因此武昌起义枪一响，满清亲贵们就意识到自己是玩砸了，他们无法掌控军队，无法掌控手下，实际上他们除了等死什么都做不了。原来没有汉族士大夫的配合，所谓中央集权也只是个空中楼阁。于是载沣只能厚着脸皮请求袁世凯出山。袁世凯自然不能惯着载沣，他再三推辞说自己有病不能去。之后又向朝廷提出了6个条件，分别是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予军费。最后在清廷答应袁世凯所有条件的情况下，袁世凯正式宣布出山，并派冯国璋和段祺瑞率军前往武汉前线。袁世凯能东山再起，就是因为他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收拾局面的人。
首先，他的北洋六镇是当时最强的军队，除了袁世凯，再没人能驾驭这支军队。而且这六镇里面，除了吴禄贞以外，基本没有被革命党渗透。其次是袁世凯有清末新政的政绩在，社会各界以及立宪派对他付出的呼声很高，这一点也非常关键。按当时的形势，革命派的势力和立宪派的势力大概是五五开。然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后，首先考虑的不是打仗，而是做一个抉择。第一个选项是帮清政府剿灭革命党，按袁世凯自己的话说，剿革命党不难，但革命党没了以后，自己肯定会落个兔死狗烹。袁世凯曾差点被载沣弄死，现在他肯定没有这个兴趣。第二个选项是趁着现在机会干掉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这一条并不是做不到，但袁世凯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人，他们家世代受温于大清，一直以来他都以大清忠臣自诩，这种欺负孤儿寡母、篡权夺位的事违背了他的原则，他害怕将来自己担上骂名，有辱家族名声。第三个选项是干脆加入革命党，但袁世凯偏向改良派，和革命党根本不是一路人，况且袁世凯认为以自己的实力根本没必要受革命党支配。既然以上选项都行不通，那他到底该怎么做呢？袁世凯在慎重考虑过后，决定走一步巧棋，他要发挥自己野心家的天赋，让革命党和清廷两边互相牵制，自己则受渔翁之利。袁世凯对革命党采用的是剿抚监视策略，也就是一边打一边招安，而清廷那边则采用中国人传统套路，也就是养敌、逼宫、受禅三步走，这在中国历史里面屡见不鲜。袁世凯当时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还按照清末新政的方向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要把满族亲贵排除在朝政之外，只保留一个没有实权的清帝，而革命党和立宪派以及遗老遗少这帮人最后都要纳入到自己门下，他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来平衡各方，这有点像慈禧太后当年的平衡之术。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内阁10人中9个是汉人，只有1个满人还是边角料。值得注意的是，新内阁名单中为梁启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袁世凯这是在向梁启超表达善意，双方冰释前嫌。梁启超说，美式联邦共和制度在中国绝无可能实现，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让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互拜兄弟。汪精卫激动地说，中国想要共和非袁世凯不可。袁世凯的权谋之术依然高明，他要让各方人士都觉得若想成事，非袁不可。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打武昌，袁世凯亲自拨长途电话阻止。随后袁就命令手下开始停战养敌，接着就是逼宫。在这之后，袁世凯一面拿革命党吓唬宫里的孤儿寡母，一面和革命党谈判。袁世凯本想实行君主立宪，但革命党把共和作为谈判的底线，双方为此一直谈不拢，而革命党当时也需要袁世凯，这是他们推翻满清路上绕不过的坎，所以革命党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支持共和，那袁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革命人士将会推袁做大总统。袁世凯本来沉得住气，反正不管总统还是首相都有他的份。然而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原来是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回国了。而且非常神奇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才刚到上海，仅在4天后南京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孙中山当选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并正式宣誓就任。原本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得知武昌成功的消息后，孙才急忙往回赶，结果回来后正好赶上当大总统，整个过程非常离奇。革命党本是大杂烩，虽然有能人志士，但坏在群龙无首，很多成员会党习性难改，热衷于窝里斗。结果孙中山回来后，革命党气势大涨。而这一切又发生得如此之快，袁这边还在思考当总统还是当内阁总理呢。这边的孙中山已经成了国父，虽然孙乙给袁世凯留了台阶下，表示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立刻把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但这对袁来说依然是个重大的打击。这平白无故被人抢去头彩，袁世凯心有不甘，这是面子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列强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你要掌权就必须得看列强眼色。袁世凯本身亲欧美，因为他过去是北洋大臣，欧美是老牌列强，北洋系一向都采用德国的武器技术和顾问，而革命党人则多数都亲日，因为日本人愿意赞助革命。同盟会本身就是在日本黑龙会的扶持下成立的，黑龙会的创始人头山满、内田良平都是孙中山的朋友。黑龙指的就是中国黑龙江，日本人想要满蒙，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而革命党一开始为的是驱逐鞑虏，只要求拿回汉地18省，比如革命党当时的18星旗就是这个意思。革命党和日本人的敌人都是满清，所以可以互相利用。孙中山回来后，为了筹钱，首先找的是日本人。他作为临时大总统和秘书胡汉民一起同日本三井财团签订了汉冶平中日合办草约，准备以汉冶平公司为抵押，向日本洋行借款500万元，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立宪派的张謇得知后，极为愤怒地说道：中国其他东西可卖，铁矿不能卖，即使铁矿能卖，也不能卖给日本人，并发动各省代表联合抵制。后来这事也没办成，还成了孙中山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总之，袁世凯必须要考虑列强是否会趁虚而入的问题。如果南北一直不能和谈，中国恐怕至少会被分为南北两块。因此谈到后面，袁世凯便开始动摇，再耗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反正最后都是做老大，当大总统也未尝不可。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更是加速了事态发展。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派人密电询问孙中山说：孙肯让袁有何把握？孙中山再次肯定让贤。2天后，袁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结果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世伟队长等10人，袁幸免于难。袁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带他逼宫。这个暗杀政客也是日本黑龙会的绝活，后来被革命党引进到中国，结果屡试不爽。袁世凯不得不加快逼宫节奏。1912年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50位将领发布了北洋武士将起共和电，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向隆裕太后逼宫。在同一天，宗社党的梁弼遇刺身亡，紫禁城内为之震动。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亲事退位诏书，幼帝溥仪退位，清朝200多年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此退位诏书由立宪派张謇起草，最值得注意的是末段，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明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隐藏意思是指袁世凯的法统来自清帝，而不是革命党，他是大清的唯一合法继承人。2天后，南京孙中山尊师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袁世凯宣布赞同共和，结束了中国上千年的帝制。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秘书为他剪掉了辫子，用全新面貌迎接共和的到来。清帝和平退位，避免了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所造成的生灵涂炭，这确实可喜可贺，也算袁世凯的一大功绩。然而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民国到底应该怎么建？实际上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革命党人当时认为应该全盘模仿美国制度，所以在一开始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用的就是美国制度，每个省一票，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但轮到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革命党就把原先的美式总统制改成了法式内阁制。这两者的区别是，美式总统有一定权力，而法国内阁制度中，总统只是个虚君。做出这个改变，是因为革命党人想要以此来约束袁世凯，这站在革命党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约束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同盟会的宋教仁，他认为民主的制度可以约束统治者，避免其独裁。而改良派的梁启超则有一套与之不同的理论。梁启超的理论叫做开明专制，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实行宪政民主的条件。美国共和制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联邦制，且民众有自治传统，但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民治未开，所以没了帝制以后，依然需要专制政体来过渡，这样中国就不至于发生大的动乱。只不过这个行专制的人物要思想开明，并且要在专制过渡的时间里逐渐建立现代的司法施政系统，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最终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那么开明专制论和制度约束论到底谁对谁错呢？袁世凯就是最好的实验品，我们只需要顺着故事往下看就知道了。其实孙中山也有一套建国方案，分为军政、训政、宪政3步走，只不过为了约束袁世凯，所以孙中山当时也支持内阁制。法式内阁制度是革命党为了约束袁世凯给他设计的一个笼子。然而袁世凯这种人真的会往进钻吗？显然这不太现实。袁世凯是拥有枪杆子的人物，赞成共和只是他的无奈之举，他压根不想做虚君。于是共和国刚一建立，袁世凯就开始了和革命党人的斗法。首先是设立国都的问题，孙中山辞职前提出定都南京，想要调虎离山，
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毕竟华北是他的大本营，孙在最后只能作罢。这算是革命党的一次小试探，以袁世凯小胜结尾。其次，袁世凯在坐上总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竟然要处处受制于人。虽然袁世凯当时的内阁看上去完全是北洋系自家人马，但袁世凯依然感觉自己被架空，原因就是按照规矩，袁世凯做任何事必须经过内阁，即便这些人都是自己手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也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于3月30日宣誓加入同盟会。时间一长，袁世凯就不爽了，于是就开始跟总理唐绍仪抱怨说，绍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袁世凯不想做虚君，他周围的人自然不敢逼着他做。此后袁世凯就开始完全无视内阁总理和参议院。袁世凯完全无心放弃实权，依法行事，搞得唐这个总理干了3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剩下4个同盟会的阁员也跟随他一起离职。注意，此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已经暴露了，那就是袁世凯完全无心依法行事，制度法规定的再好，权力最大的那个人不遵守，那就是废止。这也就证明了制度约束论是失败的，单纯用制度来约束独裁者，纯粹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同盟会眼见在内阁中没得到任何权利，只能寄希望于国会。当时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依据各地区人数多少，每个省选出一些人，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老百姓戏称其为800罗汉。此时同盟会的一大杰出领袖宋教仁站了出来，他决定要扩大同盟会的基础，整合一些中小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在拉拢旧官僚、革命党以及立宪派等各路有志人士，这也是袁世凯一直以来最擅长的事。但这次他在擅长的事上却犯了个错误。袁世凯当时为拉拢和牵住黎元洪，应黎元洪的请求，于1912年8月15日以图谋不轨等理由杀掉了武昌起义的首义张振武，且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这导致各派人士都对此感到不满。袁世凯和革命党之间的不信任加重。要知道张振武是革命功臣，他即使有错也应该依法走程序，袁世凯再次无视法律。我们前面说过，嗜杀擅权一直都是袁世凯被诟病的点，现在他依然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子。虽然共和国已经代替了清朝，但袁世凯的思维模式还是没有得到转变。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袁和革命党彻底闹掰，袁也有意和解，一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北上。同年的8月24日，孙中山因袁世凯之约抵达北京，袁世凯为孙安排了高规格的接待。第二天，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孙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中山在北京待了1个月，和袁世凯会面多达13次，两人聊得非常愉快，每天都能谈好几个小时，甚至很多时候都可以聊到半夜。其中有一次会面，孙中山对袁世凯说，你好好练兵，我来修铁路，至于铁路要修多少，孙中山初步定了个20万里，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数字。所以袁世凯逢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孙大炮这个外号就是因此而来。不过虽然袁世凯认为孙中山说的目标不切实际，但也愿意顺水推舟，让孙中山兼修全国的铁路。袁世凯希望革命党的人最好都去干点外围杂事，不要和自己争权。至于如何在议会中和国民党人抗衡，袁世凯当时把希望寄托于梁启超。同年的11月28日，梁启超回国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其最高礼遇，命梁入住贤良寺。北京各界纷纷邀请梁演说，大伙热情高涨，如众星捧月。随后袁世凯在总统府与梁启超相见，袁世凯要求梁启超组建党派来对付国民党，并答应给他1个月20万元经费。而梁启超当时也想参与政治，于是他将计就计，向袁世凯索要50万元经费。几个月后，梁启超被民主共和两党推为领袖。事情到这里似乎十分顺利，然而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发展的极其迅速，他的布局完全跟不上国民党的节奏。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按照约法精神，宋教仁接下来将出任国务总理，而当时其他的党派，也就是梁启超的民主党、共和党、张炳麟统一党，加起来得票总数都不到国民党票数的2/3。宋教仁这个人虽然才华横溢，但也有些口无遮拦。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说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他还曾赤裸裸地批评原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袁世凯原来有意拉拢宋教仁，但宋始终不为所动。
软硬不吃。结果1个月之后，震惊全国的事发生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2天后宋仲商不治身亡。这次暗杀事件被称为是民国第一悬案，凶手后来被灭口，幕后主使到底是谁，至今没有定论。最被怀疑的人选自然还是袁世凯，当时宋被认为是袁世凯最大的威胁，也有证据指向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不过宋教仁生前锋芒毕露，国民党内也有很多人看他不爽，比如近些年有说凶手也可能是国民党的陈其美。不管怎么说，当时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人第一时间都认定袁世凯是凶手。在宋教仁遇刺之前的1个月，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他当时有意引进日资修建铁路。在得知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第一时间返回上海，与国民党众人开始商讨方案。大部分与会者包括黄兴等人虽然都极为气愤，但还是希望用法律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因为目前国民党实力不足以和袁世凯硬碰，二是毕竟这件事究竟谁是主使还没有定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现在就认定是袁干的恐怕还太早。然而孙中山却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决裂，并发动各省武力讨袁。据说孙中山当时认为可以连日抗袁，速战速决，所以他底气十足。我们前面说袁世凯是法律法规如废纸，现在孙中山在案子还没搞清楚之前，仅凭一时冲动就要武力讨袁，也开始把法律视为废纸，这相当于两边都掀了桌子，于是内战爆发，刚成立的民国就这样被拖入了战争。国民党要武力讨袁，而袁世凯也想借此机会削藩。要知道他当时虽然是大总统，但南方很多省份他都鞭长莫及，于是袁世凯开始不动声色调兵遣将，时刻准备应战。在这期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此举遭到国民党人强烈反对，认为其借款意在备战，属于非法借款。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了。可惜的是，国民党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正经军队，其战斗力和装备都和袁世凯的北洋系没法比。结果仅仅2个月之后，北洋军队一路南下，孙中山、黄兴等人逃亡日本，革命军全军覆没。袁世凯在收拾完国民党后，顺便也收拾了一些其他刺头，如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轩等都被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兵权，黎元洪也被请到北京软禁起来了，就此削藩的任务算是正式完成。与此同时，袁世凯开始任用革命党的死对头，也就是他一直偏向的改良派。在其新内阁中，国务总理是熊希龄，司法总长是梁启超，工农总长是张謇，全部都是当年立宪派里鼎鼎大名的人物。因此这个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他们的党派叫进步党，是由之前的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而来，其中灵魂人物便是梁启超，他当时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根据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他希望尽自己所能把袁世凯引入宪政的正轨上，实行开明专制。如今国民党已经不再是袁世凯的障碍了，按理来说袁世凯应该准备开明专制了吧？但事实证明，梁启超完全看错了袁世凯。其实袁世凯启用梁启超这些人，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顺便装点门面。在袁世凯的内心里，梁启超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专制他认同，但开不开明这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因此梁启超的名流内阁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出台的政策却一件都实现不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正式开始。袁世凯手下数千人伪装组成公民团，包围国会，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最终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梁启超本期待完成总统选举后开始制定宪法，他致信袁世凯，希望袁世凯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但袁世凯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在1个月后发布了解散国民党令，并以颠覆政府的罪名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党员，一时血腥遍地。武昌起义的首义3武有2个都被杀掉，国民党被解散，议会便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整个国会就瘫痪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把剩余的国会议员遣散，至此梁启超幻想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议会舞台已被袁世凯完全拆毁。1个月后，袁世凯公布热河盗宝案，逼迫熊希龄辞职，梁启超也随之递交辞呈，并承认自己是一介书生，不懂政务。随着名流内阁的解散，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幻想也正式宣告破产。我们前面总说革命党和袁世凯不是一路人，那为什么改良派最后也跟袁世凯合不来呢？答案很简单，袁世凯变了，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想往宪政民主的方向改良了，
而是想加强中央集权。原因是他经过了1年的体验，认定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民国不如大清。也就在这个时间点，袁世凯已经开始构思恢复帝制了。1914年5月，原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他废除了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随后袁世凯又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收回各地督军权，恢复了大量帝制时代三公九卿之类的官制名称，以及恢复一些中国古老礼仪，如尊孔、祭天等等。袁世凯还修改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以连选连任。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当总统，死后还能将位子传妻传子。他这个大总统和皇帝只差个名字了。那么既然说袁世凯已经当了实权大总统，他的权力几乎和皇帝没差别，为何又要执意恢复帝制呢？这其实就是权威主义者的通病，他们总是感觉自己缺乏权威。以袁世凯的认知注定了他是一个信奉权威主义的人，他感觉在共和制下自己根本没有权威，比如他的主张和政令难以实施，底下的人都对他阳奉阴违。在大清时期，下人见了他都要跪在地上磕头，可如今国民党的议员竟然敢站在桌子上骂他，那么这种权威如何才能恢复？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恢复帝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早年袁世凯手握重兵，却一直不敢推翻大清，就是因为传统忠臣思想在束缚着他，不管他有多大本事，慈禧说让他交出兵权，他也得乖乖从命。但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王制度后，围绕着帝王的那一套儒家思想加官僚体制也随之失效了。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今袁世凯是最高统治者，他发现没了传统思想束缚，那么他底下的文武百官也完全不会有过去大清官员那般忠诚，就连北洋系的人都越来越不听他使唤，更不用说那些盘踞在各省的军阀。所以袁世凯才要尊孔祭天，试图修复帝制时代的天下共主。其实袁世凯认为恢复帝制依然符合时代潮流，因为当时的列强如德国、日本等都是君主立宪强国，袁世凯十分羡慕这些国家，尤其喜欢模仿德国。比如袁世凯和他手下都留了德皇威廉2世的八字胡，只不过袁世凯所设想的君主立宪绝对不是虚君立宪，而是专制君主。我们前面也说过，袁世凯根本不想当一个虚君，他在清末新政时期推动立宪只是为了和满人争夺权力，并不是他真想把权力分享给其他阶层。因此在他当大臣的时候，他主张权力下放，而等到他自己当了老大以后，他又开始想方设法集权。这也是为什么在旧时代袁世凯看上去是个新式人物，而在新时代他看上去却成了一个旧式人物。袁世凯其实也知道要恢复帝制自己很是理亏，所以他一时半会拿不准主意，显得扭扭捏捏。然而不巧的是，他运势并不好，如果当时有人给他算一卦，那他应该不至于会一条道走到黑。袁世凯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2次革命，而是白狼起义。国民党2次革命只坚持了2个月，而白狼和袁世凯整整斗了2年。白狼原名叫做白狼，曾在北洋六镇的吴禄贞手下做参谋。辛亥革命后吴禄贞被杀，白狼落草为寇，在河南西部一带游击，每到一处，白狼军就会劫富济贫，并鼓动穷人造反，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其名字也由白狼被叫成了白狼。他大概就是让子弹飞里面张麻子的原型。从1912年开始，白狼先后转战鄂豫皖陕甘5省，并同北洋军队20余万人作战，搞得北洋军焦头烂额。由于白狼军每到一处都要劫富济贫，所以他们受到当地百姓拥戴，全军最多发展到2万余人。一直到1914年8月，白狼本人才因弹尽粮绝战死。白狼起义虽昙花一现，但却让袁世凯的北洋系露出了疲乏之态，袁世凯和北洋系的裂痕也就此产生。袁世凯走下坡路的第2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1条事件，原因是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山东半岛，并提出21条要求。这21条要求袁世凯如果签了是卖国，不签日本就开始武力威胁。袁世凯无奈只能使用拖延战术，拖到最后拖不住了，他只好签了一部分，抹去了一部分。袁世凯称此次签订条约为奇耻大辱，希望各位卧薪尝胆，埋头10年与日本抬头相见。不过虽然他一再表示答应日本的条约属于被逼无奈，但还是给他的反对派们抓住了一个攻击点，开始在报纸上宣传袁世凯卖国。袁世凯原本以为他签完了21条，日本人应该不会再反对他称帝，
但实际上日本人觉得袁世凯态度不够诚恳，袁世凯政权不符合日本的在华利益，随后日本人就开始给袁世凯使绊子，扶植袁世凯的反对派。从白狼起义到21条，都映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袁世凯的统治根基根本不稳。按照古人的说法，应该广积粮，缓称王。此时袁世凯如果收手还不算晚，但袁世凯固执地认为，正是因为共和制才导致了根基不稳，必须恢复帝制才能长治久安。其实袁世凯也有私心，且不说中国人都有皇帝梦的问题，袁世凯最大的私心则是来自于他的大儿子。袁世凯把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当作接班人，虽然当时的国人都知道袁克定是纨绔子弟，而这一点袁世凯也在表面承认。他常说自己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所以在他的内心当中，他还是希望家族的荣光能一直传承下去，袁克定能继承自己的衣钵。结果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袁克定在坑爹方面简直就是天才。袁克定当然非常想当皇太子，所以他在知道袁世凯有了当皇帝的想法之后，就开始极力忽悠老爹称帝。当时袁克定为了突破袁世凯的心理防线，创造了无数的话术和理由，使袁世凯深信称帝乃天意。比如袁克定有一次跟袁世凯说，袁家男的活不过58岁，这不祥的家庭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还有一次袁克定去德国柏林治病，回来后带来一封据说是威廉2世的亲笔信，信中说中国应该走君主制而不应该共和，而袁世凯就是中国最适合当君主的人，正所谓欧洲有威廉，亚洲有袁世凯。这封信后来被人证实确实存在，袁世凯被自己偶像夸奖后自然十分高兴，还把信展示给身边人看。但这封信到底是不是袁克定伪造的，就很难说了。要说袁克定最坑爹的行为，还是他伪造了日本报纸《顺天时报》。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于是袁克定就每天印一张假的《顺天时报》，其中全是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的话语。其实袁世凯也没有被忽悠到完全犯傻，他还派自己的外交人员试探过列强态度。当时欧美等国家因一战无暇东顾，所以提出只要北洋政府保证恢复帝制，不引发国内动乱，危害外国在华利益，他们就不会干涉。袁世凯在称帝之前，曾向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请教，两人密谈将近1天。袁世凯问：余曾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变为君主立宪，岂不失信于天下乎？朱尔典回答说：只要国民同意，当皇帝和当大总统一样合法。袁世凯听后备受鼓舞，因此决定造大声势，获取民意。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专家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古德诺在文章中说，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帝制和共和本无优劣之分，而是要看哪个更适合。与其假共和，不如真帝制。历史上复辟帝制的并不是没有，比如说英国的克伦威尔。古德诺一篇论文开启了帝制帷幕，于是以杨度为首的帝制派政客开始拿鸡毛当令箭，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杨度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18岁中举人，后赴东京留学，在留学生中的名气很大。他和孙中山、黄兴、梁启超都是好友。一直以来杨度都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他支持帝制时，他真的认为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其实杨度和康有为很像，都是圣贤书读得太多后，以为自己也是圣贤，最后误导了自己又误导了别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1915年4月，杨度发表《均宪救国论》，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大概意思还是中国民智未开，共和体制不合国情，共和体制继续下去只会越来越混乱，国家将永无安宁之日。只有把大总统立于皇帝那样的绝对权威，才能止乱，并称袁世凯为当时最有权威有声望之人。袁世凯阅后赞赏不已。随后杨度组织发起了筹安会，筹安的意思就是要建立君主制度，否则中国不能安宁。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脸题字，称他为旷代异才。于是1915年8月，帝制运动在筹安会策动之下，很快就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一时间，所有的文武百官争先恐后，纷纷劝进，除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人列表消极之外，反对者几乎没有。随后杨度又在民间找来了商会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让人看得哭笑不得。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民间请愿团还真不是杨度请来演戏的，而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
事情的由来是，某一天，杨度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2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乞丐说，今天还有王法吗？全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来一个皇帝吧。杨度听后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中国的底层老百姓从来不喜欢参与政治，他们也不知道共和是什么，只知道民国还不如大清。这倒不是说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而是中国人还不懂公民该拥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一旦没人管了就开始不适应。袁世凯此时看到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劝进，老百姓想要皇帝，似乎一片融洽和谐，登基称帝指日可待。然而袁世凯不知道的是，他早就进入了一个手下为他精心编制的信息茧房。实际上袁世凯的周围已经危机四伏，很多人看似极力劝进，实则等着看袁世凯闹笑话。这时候只需要一个人带头站出来，这场帝制运动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但袁世凯此时已经被吹捧到得意忘形，以至于感知迟钝，意识不到危险。那么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是谁呢？他正是袁世凯此前的盟友梁启超。梁启超实际上早就知道袁世凯要称帝，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一篇文章。在杨度的帝制运动正式开始后，梁启超在中国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这篇名为《一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这篇文章言辞犀利，痛批袁世凯和杨度，并且直指要害，说梁启超用一篇文章骂倒了袁世凯的洪宪王朝也一点不为过。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大概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说，早年我说共和搞不成的时候，你们非得共和，现在国体定了，又说非君主立宪不可。君主能立宪，共和也能立宪，所谓只有君主能立宪，共和不能立宪，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所谓共和会导致混乱，君主制不乱更是胡说八道。君主不乱，那么世界上这么多君主都是如何被推翻的？实际上共和与君主并无善恶美丑之分，关键问题在于立宪。共和的时候没有立宪，你们谁敢保证君主了以后就能立宪？说白了，你们这不是要君主立宪，而是打算君主专制，重新回到君臣父子家天下的时代。如果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暂行专制属于情有可原，那回到君主专制就相当于辛亥年那么多革命鲜血全白流了。做这种事会不会成为历史罪人，你心里要掂量一下。今天中国不能立宪的原因有很多，但和君主还是共和根本毫无关系。比如上到元首，下到各个官员，都是法律为废止，这是宪政的一大障碍。请问这跟国体变不变有什么关系？再比如人民没有文化，不懂政治，无法组成真正的现代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这又是宪政的一大障碍。请问这个和国体变不变有什么关系？过去中国的皇帝确实比大总统有尊严，这其中的因素有一部分和历史习俗有关，然而这种尊严是不能亵渎的，一旦亵渎就无法再恢复。袁世凯你和革命党一起亵渎了皇上，现在又想恢复皇上的尊严可就难了。最后梁启超说自己并不是突然就要为共和做辩护，他自己始终都是改良派。如今反对帝制和辛亥前他反对革命的原因其实一样，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动不动就翻云覆雨，永远无法真正推进改革。所以在君主国体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在共和继承事实之后，他又反对恢复帝制。梁启超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人，他的这一篇文章的威力至少抵得上3个师。文章一经报纸刊出，瞬间引爆了全国舆论，各报争相转载，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焦点。杨度直接被骂到无地自容。其实梁启超在彻底和袁世凯反目之前，对袁世凯也算仁至义尽。他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提醒他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劝他回心转意，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做轻者痛仇者快的荒唐事。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做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隶属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垂心泣血，尽此最后之忠言。袁世凯当时如果真的认真看了梁启超的信，那他当时收手还不算晚。从万众瞩目到万劫不复，全都在这一念之间。但袁世凯并没有收手。实际上不光是梁启超的话他听不进去，周围最亲近的人说话他同样也听不进去。比如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还做了一首诗来劝袁世凯，他说绝莲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再比如大教育家严修是袁世凯要好的朋友之一，
严修形容袁的称帝行为是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朝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代。甚至严修亲自进京劝袁世凯放弃称帝，而袁世凯一意孤行，拒不采纳意见。严修一怒之下和袁世凯决裂。徐世昌是袁世凯青年时代的结拜兄弟，跟随袁世凯近40年，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幕僚。结果袁世凯的行为，就连徐世昌都看不下去，最后徐世昌在帝制运动关键时刻称病离职，拂袖而去。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最失败的一点是，他连自己的北洋系都没搞定。北洋系里面除了袁世凯，最大的当属段祺瑞。实际上袁当总统后，段祺瑞已经是尾大不掉，所以袁世凯要亲手改官制，去北洋化，意图推行天下共主，削弱段祺瑞的权力。段祺瑞为此十分不满，心里一直憋着火气。原本段祺瑞店铺亲帝退位，是打天下的功臣，这天下本有他的份，但恢复帝制之后，就成了君臣父子，相当于段祺瑞要降低一个辈分，所以袁世凯称帝，段祺瑞第一个不干，而第二个不干的也就是冯国璋。冯国璋自以为他和袁世凯算一家人，在得知袁计划称帝后，冯国璋就去袁世凯那里探个虚实，而袁世凯则告诉冯国璋说自己绝对不会称帝。结果筹安会一出，冯国璋自觉被骗，愤然说道：我跟随老头子这么多年，对我仍然不说一句实话。段祺瑞和冯国璋属于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这两人一旦罢工，袁世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连北洋系元老都跟袁世凯有隔阂，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时北洋系已经人心涣散，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沦为孤家寡人。1915年11月，梁启超协助弟子蔡锷返回云南，准备以武力讨袁。同年12月，袁世凯正式决定称帝，欲改年号为洪宪。结果在此关键时刻，日本公使突然跳出来表示反对，西方各国则纷纷附和，这让袁世凯一头雾水，顿觉不妙。紧接着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发表云南独立宣言，并组护国军讨袁。云南起义引起了骨牌效应，随后贵州、广西等省份纷纷宣布独立，日本开始援助中国境内宗社党、革命党、护国军等反袁力量。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交迫下，终于决定叫停帝制，但显然为时已晚。接下来袁世凯终于感受到什么叫众叛亲离，原本支持帝制的人，此时竟纷纷翻脸，墙倒众人推。在袁世凯的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破退、起退乃至斥退的函电日夜不绝。袁世凯本就有心病，担心自己活不过58，再加上这么一气，结果就是一病不起。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弥留之际对徐世昌说，他害了我，这个他到底是谁，就成了一个谜。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83天，他的2套价值不菲的龙袍还未试穿，就在6月6日当天一口气没上来，直接龙御上宾了，享年56岁，确实没过58。袁世凯在最后的日子里，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深的忏悔。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事全怪罪到奸臣小人身上，而是说自己历史事多，读书事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后来人们在他的书案发现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显然袁世凯认为自己最后是在日本人身上栽了跟头。虽然我们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自身谋略过多而理想不足。自从他抛弃革命党和改良派以后，他的政权就缺少了民意支撑，成了一个单纯的军政府。虽然袁世凯强调自己是实干派，但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还是少了些理想主义。袁世凯早年绝对是个能臣良将，他本来可能成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可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千年未有的转型期，不管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开明专制，实验了一圈，结果发现全都搞不成。这里面有袁世凯的问题，有革命党的问题，也有整体国民的问题。最后袁世凯一步走错，落了个奸雄的结局，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悲剧。不过袁世凯的家族枝繁叶茂，其后代依旧有不少人才，唯一的变化是袁家后代多数都在文化科学等领域，基本再没出现过从政做官的人。